各位观众好，我是 A 小 DJ，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一期影片我教大家如何利用手机连接到 Blink App 后，透过 Windows D1 的板子控制家里面关机的电脑，让它打开。那今天我就是要来介绍 Blink 这个 App 去控制一个灯泡的关与亮，然后呢将它的状态显示在自己的手机上。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架构，就是我们有一个 Blink 的 App， 手机以及家里面的 Windows D1 板子会构连到 Blink 这个 App。手机发送讯号后，板子里面写好的程式去控制 LED 的亮暗。那 LED 的亮与暗的状态会传送到手机，然后显示，这是我们今天要达成的目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今天要编辑程式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编辑程式的软体。首先，先到这个网址，就是这个 Arduino 的网址，去下载它的编辑软体，有 Windows 版本、macOS 的版本跟 Linux 的版本。我们这边是 Windows 版本，所以说我们点击下载，选择安装。安装完成之后呢，点击这个应用程式。点开后会到这个页面，这样就是完成安装了。在完成安装后，必须要先做几个设定，之后才能开始编辑。首先到偏好设定，将这串网址复制起来，打在这个偏好设定上，然后按下确定，然后到这个网址。进来后，下载这个 ZIP 的文件，下载。下载完成后，到草稿码汇入程式库，加入 ZIP 程式库，选择下载的部分，刚刚下载的，然后按开启。预设呢，它会给你一个序列符是 COM1， 把我们的板子接上电脑。首先将 USB 连接好我们电脑之后呢，将板子插上去。这个时候在工具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 COM， 这个 COM5 呢就是电脑跟你板子所连接的序列符，它会预设自己帮你选择好这个。好，选择好这个之后呢，代表说现在你的板子已经跟这个程式已经构连了。那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一定要运用到一些函式库。那我们现在要去下载它，更新它的函式库。预设我们是不会有这个 ESP8266 的函式库，我们只会有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增加它的函式库，我们要到这个开发版管理员，点进去，在这个地方搜寻 ESP， 它就会出现这个。那如果没有出现这个的朋友呢，可以将这一串网址复制起来，然后到程式的这个偏好设定，点下去，把它贴上去。贴上去之后呢，按确定，然后我们一样到开发版管理员，点进去，然后点选 ESP。选择 ESP 的这个关键字之后，它就出现这个。那我们就是选择最新版本 2.7.0， 然后你看到这 2.7.0 之后按安装。安装之后呢，就让它跑。再来是介绍程式码的部分。前面两行可以想象成它是个游戏规则，让人家了解游戏的元素。这些元素就是下面的程式码。所以这里套用了两个规则，这两个规则包含了下面会用到的程式码。那第三行的意思是定义一个内容，这边就是要讲将 Blink 的资讯打印出来。再来这三行存放着 Blink 的验证码以及家里的 WiFi 名称跟密码，后续它是可以跟 Blink 做沟通、做验证的。这一串是将 LED 的资讯
印在 Blink 的 App 上。那在 Blink 的 App 有一个叫做 Terminal 的视窗 ，V2 的意思是将 Terminal 元件指定在 V2 的引角 ，V 的意思是 Virtual 的意思，就是虚拟引角。好，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一段。这一段的意思是将 V1 的引角当作输入端，然后设定一个整数，整数的名称叫 pin value。这一段的意思是在 Blink App 上那个按钮所按出来的值。下面所形容的是，如果 pin value 等于1，那实体角位5输出高电位，并且将换行的资讯传给 V2， 以及 LED is on 传给 V2。如果不等于1，那实体角位就是低电位，并且将换行以及 LED is off 的资讯传给 V2 角位。好，那这边就是在讲说 V2 角位收到 V1 角位传来的讯息，如果那个字串是 LED is on， 这个就是 V1 角位所传来的讯息。如果它等于 LED is on， 那就是运作下面这个，将 LED is on 列印在 Blink App 上。那如果不是，它就会出现 LED is off 的字样。这一串就是要确保所有的资讯都有传送完毕。好，那我们讲这一段，这一段就类似程式的大脑，它要记录一些知识。这一段就是讲记录着视窗使用的包率是9600，可以想象成你要听某一个电台，必须跟它对频才能收听。这一段记录刚刚上面所记录的这3个资讯，它就是要拿来跟 Blink App 验证的。那这一段就是当你程式打开时，无条件会将 Terminal 视窗上面的旧讯息给清除，让使用者会比较好判读。这一段是将 D5 的实体角位设为输出角位。这一段可以想象成它是程式的心脏，无限循环。程式只要打开，就会无限循环运作 Blink 的资讯。那程式介绍到这边，我们再来介绍 Blink 的 App。再来介绍 App 的部分。首先我们要到 App 商店，然后搜寻 Blink。搜寻完后，看到第一个，选择它下载。下载完成后打开。打开后，它会希望你能够登录。登录之前，你必须要先创建你自己的账号。创建完成，就选择登录。登录后会出现这个画面，点选第一个 New Project， 选进去，然后呢，为自己的专案名称建立一个名字，然后下面选择 ESP8266， 因为我们 WiFi 晶片是 ESP8266。然后连线的样式选择 WiFi， 点选 Create， 点选完成后，它会出现一个讯息，它会送一个验证码到你的信箱。这个验证码就是我们要打在程式里面的验证码。接下来将信箱收到的验证码打入此处，打入完成后，我们程式就完成了。然后点选此处按上传，上传完成后，我们的板子就有刚刚写入的程式。写入完成后，我们再回到 App， 在 App 的画面向左滑，向左滑后会看到一颗电池，上面写着2000。这个2000就是你下面所使用元件能够使用的能量。当你能量耗完之后，你就没办法再塞入新的元件。如果你要塞入很多元件的话，你就要付费购买。我们这边选择一个 button， 然后点选Pin 的部分选择 B1， 然后选择 Switch OK，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个 Terminal 元件，一样点选进去。Pin 的部分我们选择 V2， 然后按 OK。这时候我们按右上方的播放键，会看到目前板子尚未与我们的程式构连，我们等待一下。
好，现在板子已经与我们程式做勾连，接下来我们就来示范